大家好，今天我们又要一起见证历史了。黄金跌到了$4400一盎司，标普500跌破200日均线，日股、台股、韩股、港股、A 股无一幸免，全部暴跌。整个盘面上唯独原油在大涨。现在的贪婪恐惧指数已经达到了15，极端恐惧。大家要知道，这种全资产同步暴跌的惨烈局面，2000年以来只发生过2次，一次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一个周，另一次就是2020年3月疫情恐慌的那3天。今天周一的暴跌就来自川普的一条推文，如果伊朗不在48小时内毫无威胁的完全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打击并摧毁其发电厂，从最大的那一座开始。里面重要的部分全部大写，这个就是赤裸裸的最后通牒。那么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大家的资产怎么办？现在到底是谁在哭，谁在暗自偷笑？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沙盘推演。提醒一下，这支影片只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里面提到的任何股票代码都不代表投资建议。大家做决定之前一定要好好做好功课。现在距离川普给到的最后通牒只剩下不到10个多小时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逼伊朗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放话，敢动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我们就把波斯湾所有的石油设施给炸了。紧接着，伊朗立刻对以色列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导弹袭击。现在的画面是满天战火，跟圣经以西结书里面预言的一模一样啊！火与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这个时候，伊朗议长加里巴夫也出来放狠话，他说，只要伊朗的设施被打，海湾国家里面3类设施立刻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一个是能源设施，第二个就是 IT 的基础设施，第三个就是最要命的海水淡化厂。伊朗现在捏住了海湾国家的最大软肋。现在给大家说几个数据。科威特90%的饮用水现在是靠海水淡化，阿曼是86%，以色列是75%，沙特是70%，这些全部都是沙漠国家啊，没有河，没有湖，也没有地下水可以替代。前阵子伊朗刚刚袭击了巴林的海水淡化厂，就这么一次打击，30个村庄立刻断水。如果伊朗真的是全面报复，海湾地区上亿人可能直接面临没有水喝的这个绝境。狠完之后，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又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除了侵犯我们领土的人，威胁恐吓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伊朗总统其实没有什么实权，他说开放，其实大家也不敢过。所以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在这个资本市场里不知道就意味着极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在极度恶劣的这种不确定性下，市场就会进入极度恐惧。具体的市场分析我在后面会讲到，我先给大家推演一下局势的走向，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我们个人，也是大家的投资安全。我知道现在大家都用手机买卖股票、加密货币，但注意，使用公共 WiFi 的时候，一定要先打开 Surfshark VPN， 把我们的个资隐私保护起来。Surfshark VPN 会用先进的加密演算法，把你手机和笔电的浏览内容、IP 地址、个人隐私全部都隐藏起来，骇客和运营商都无法偷看你的记录。在公司、旅馆或咖啡厅看股票的时候，一定要先打开 Surfshark VPN， 再连接公共 WiFi， 防止骇客窃取手机中的账号密码和资金数据。Surfshark VPN 还有一个超赞的功能，你可以用它切换全球超过140个国家与地区的 IP 地址，解锁因地区限制而无法看到的各种在线电影、投资资讯网站，甚至享受不同国家的网购优惠价。前往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Surfshark Alert 功能，若你的电子邮件、账号密码或信用卡资料出现在暗网资料库，系统会立即通知，让你及时更换账号密码，保护自己。Surfshark VPN 一个账号全家都可以使用。现在点击荧幕下方的置顶留言或资讯栏连接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或使用专属优惠码 NicholasLive， 立即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赶快下载 Surfshark VPN， 让投资和上网隐私更安全。感谢大家，我们继续。现在的伊朗海军和空军基本都打完了，手里唯一剩下的牌就是藏在地下深处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基地。他们就是拿着这些当筹码，把海湾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当作人质，逼迫川普退兵。虽然美国和以色列正在一点点拔出这些地下设施，但是进度并没有预期那么快，所以指望伊朗明天就立刻屈服，这个可能性可能不大。那接下来怎么样？难道这个末日剧本真的会上演吗？美国轰炸伊朗的发电厂，伊朗反手轰炸海湾石油设施，还有海水淡化设施，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封锁，然后胡塞武装也跟着封锁曼德海峡，最后大家一起把原油逼到200甚至$300。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的是彻头彻尾的最坏剧本了。现在的局面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已经把底牌亮在台面上了，
谁先退让，谁就在这个全世界面前下不来台。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博弈论啊。而博弈论里面最危险的死局，就是双方都被自己的狠话给锁死了。那美国会不会因此陷入泥潭？这个周或者下个周会不会派陆军、海军陆战队进攻伊朗？而伊朗靠着这个地道战打持久战能不能赢？最后美国会不会失败，像丧家犬一样离开霍尔木兹海峡？最后伊朗把这个海峡变成了收过路费的印钞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投资是不是真的都要凉了？大家不要先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另外极其重要的变量，沙特阿拉伯和欧洲各国的动向。在3月21日，阿联酋、英国、法国、德国22个国家一起发了一份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朗攻击海湾的商船和能源设施，还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最关键的是，他们给伊朗定性了，说这种行为构成了对国际和和平的安全与威胁。在这个联合国的语境里说什么对国际的和平安全的威胁这些字都不是随便喊出来的，它是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触发暗号这一句话一出来，就意味着接下来所有国家对伊朗进行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具备了国际法的合法依据。不管美国是怎么样的，还以色列他随便打别人，咱们不用说，但是其他的国家这么说，他们就是出师有名。这个其实就是未来8国联军或者是10几国联军合法军事介入的一个前奏。联合声明里还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到，我们愿意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做出贡献，并欢愉参与筹备规划国家的承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大家准备好组建多国护航舰队。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跟我上一集讲的1987年两伊战争中的油轮战争如出一辙。当年美国就是搞了一个真诚意志行动，然后进行护航，打开了霍尔木兹海峡。难道今天的历史是不是又要重演了？接下来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磅新闻大家都不知道，它的主角就是沙特。我在我的历史频道里跟大家聊过，沙特代表的是逊尼派，和伊朗代表的什叶派是千年的死对头。而在伊朗的极端什叶派的概念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就是预言中的黑旗军。他们相信这个黑旗军一定会打到沙特的麦加，迎接消失了1150年的救世主马赫迪重返人间，然后再带着军队攻打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而这个什叶派的救世主马赫迪降临有3个前提，一个就是黑旗军的崛起，第二个就是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的死亡，第三个就是以色列的灭亡。而非常巧的就是在现任沙特国王的全名里正好念作阿卜杜拉兹。不熟悉古兰经和伊斯兰圣训的朋友觉得我刚才说的都是天方夜谭，但是这个对于天天喊着圣战的伊朗什叶派来说这个就是他们深信不疑的宿命所以沙特其实对伊朗防备心极重，平时不轻易亮剑，一旦动手就是惊天动地，他一定要灭了伊朗。就在这2天，沙特就行动了，他们宣布了2件事。第一，公开警告伊朗，沙特的军事报复是绝对真实的选项。第二，沙特下令驱逐伊朗大使馆人员和军事武官，限制24小时离境。驱逐外交官通常都是开战前的最后一步。而沙特一旦真的参战，他一定会援引他们在2025年9月和巴基斯坦签订的战略互助防务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条款很简单，就是打你的就是打我。这个防务协议就是为了防着伊朗的，让伊朗这个两面受敌。巴基斯坦是有强大的地面部队，如果他们正式出兵，伊朗就会立刻背负受敌。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沙特是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的老大哥，背后有57个成员国。沙特只要下场，那一声号令伊斯兰团结，那中东国家就会群起而攻之。所以走到那一步，就不是美国单挑伊朗了，而是整个逊尼派世界对什叶派的集体清算。所以结合20多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和沙特目前的态度，美国战争史学家维克多·汉森分析非常毒辣，他说从这个欧洲战争史来看，欧洲平时不出手，但是一定他们出手，就说明胜负已经都能看出来了。只有确保自己能吃到肉的时候，这个欧洲国家才会出兵。海湾国家也是同一个心理。最近的半岛电视台，平时骂美国军事行动最凶的卡塔尔官媒，现在就开始赞扬美国轰炸极其聪明而且有效。当最不可能夸你的人突然开始说好话的时候，那就绝对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大家已经看到这个风向变了，开始下注了。未来几个周会不会和87年一样，
美国、欧洲、沙特、阿联酋、韩国、日本军舰都一起来护航，强迫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打开。这次很可能是20-30个国家联合起来打一个国家，这个概率大不大？绝对有。但是我一直强调，我们做投资不能只赌那个概率最高的情形，而是要把所有可能性都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再做决策。好了，这个局势推演完，我带大家回到这个投资层面。今天我必须给大家理清一个非常关键的传导链，听懂了这条链条，你就彻底明白了现在的市场螺旋式崩盘是什么原因了。这个所有的源头就在油价上，布伦特原油直接冲破了114美元，开招到现在飙涨70%，美国街头的汽油已经涨了1块钱，油价开始失控。油价失控之后，就是全面的物价上涨，粮食、化肥等等的都要上涨。将来要公布3月份的美国 CPI 和 PPI， 那绝对也是大幅飙升。这个通胀一旦压不住，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也就彻底泡汤了。大家也看到了，上周的美联储已经按兵不动，而且这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它是全球央行的降息节奏全部被打乱。这个降息预期一旦没有了，紧接着就是全球的国债收益率原地飙升。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短短3个周暴涨45个基点，冲到了 4.4 以上，通胀预期创下3年新高。然后这个国债收益率飙升，它又会出现一个后果，就是传导到房贷上，老百姓的这个房贷利率直接飙升。现在美国的房贷利率已经创下了2026年的新高，月供急剧增加，消费能力自然就垮了，所以消费股现在也不行。同时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工业端，不仅是石油、天然气也涨了近 45%， 而且造芯片必备的氦气供应也在减少，能源成本全面暴涨。所以这个第一刀就砍在了最火的 AI 板块上，因为 AI 数据中心就是吃电吃芯片，数据中心的建设就受到了冲击。然后呢，这个相关的铜、铝、上游的矿产和工业板块都一起跟着雪崩。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本应该避险的黄金，表现怎么这么差都已经崩了。这个是因为沙特和阿联酋是全球的黄金交易枢纽，现在的迪拜房价下跌了已经 60% 了，街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去买黄金，大户全部在抛售黄金变现跑路，再加上高杠杆的玩家爆仓被强制平仓，流动性一下枯竭，这个黄金也就自然的跟着崩盘。大家看懂了吗？这场战争真的是一场教科级的死亡螺旋，油价暴涨，通胀失控，降息破灭，利率飙升，消费萎缩了，然后能源成本砸垮科技股，最后这个避险资产被流动性的危机拖下水。这个一环扣一环恐惧情绪在不断的被放大，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抛售，亚洲、美洲、欧洲整个股市都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下全部都倒了。说到这里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担心局面这么恐怖，我是不是该清仓跑路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必须先吐个槽，做这个投资频道真的是非常难大盘涨的时候有人留言骂你都涨这么高了你还让人买，现在大盘跌了，又有人开始质问了跌了这么惨你还让别人进要是再腰斩了怎么办其实这个大多数散户的这种思维就恰恰反映了投资最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精准的买在最低点，也不可能卖在了最高点。我之前说过一句话，今天再重复一下，就是下跌就是发财的机会。现在大家根本不用翻什么领先指标，什么贪婪恐惧指数，或者是什么 DSI 等等的，现在就是情绪极度恐慌的冰点。但是明天市场会不会继续往下跌，不知道，没有任何人有水晶球，说不定伊朗真的是通透了，一下说我不打了，这个都有可能。所以作为投资者，大家只要记住2件事：第一，战争结束之后股市一定会大涨；第二，严格管理好你的现金流。现在千万不要慌，绝对不要一把梭哈全压进去，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定期投资，或者这个大盘每跌破一个关键的支撑位，你就分批建仓。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底部到底在哪里，你只要坚持一个常识，就是这个战争迟早会结束，而且当硝烟散去的那一天，你在极度恐慌中果断建立的仓位，那绝对就是你今年最丰厚的利润来源。历史每一次都是相同的剧本，2008年敢于买入的人赚了多少倍，2020年3月大盘都跌停的时候进场的人，还有在2022年极度恐惧的时候建仓的朋友，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大赢家。
如果现在屏幕前有朋友在这3次史诗级大跌中都敢于逆势买入的人，请在评论区给我留个言。你们绝对是市场上非常少数的0.1%的最聪明的投资者，这个人数一定是非常少的。这0.1%最聪明的投资者，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逆向思维，不合群，高度自律，胆识过人。这帮聪明人现在不仅没有哭，反而正在暗自偷笑。说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目前地球上最聪明的投资者马斯克。在战火打得最凶的这几天，马斯克非常高调地宣布了一个 Terafab 超级计划。简单来说，他要亲自建全球最大的芯片工厂，月产100万片晶圆，相当于把台积电全球产能的70%塞进一座工厂里，狂砸200到400亿美元，由特斯拉、SpaceX、xAI 3个巨头联手。马斯克在发布上说了一句极具穿透力的话，就算我们把台积电、三星、美光的芯片全部买光，依然不够。不是他们不想扩张，而是他们能达到最大扩张速度远低于我们的需要。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就说明了马斯克他看到了一个可以足以碾压任何地缘政治冲突的时代洪流，那就是 AI 和底层的芯片制造，这个就是未来的绝对主线。所以在战火纷飞的今天，大家不要恐慌，马斯克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这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略。战争终将会结束， AI 和算力芯片主导的超级大趋势才刚刚开始。对于非常有耐心的投资者来说，这次真的是非常大的机会。关于马斯克 Terafab 的细节，我之后会单独出一个影片给大家扒一扒。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发财系列，请顺手帮我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感谢 Surfshark VPN 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